临摹字帖，一是要取法乎上，要选水平高、有代表性的作品，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，被誉为天下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行书字帖。二是要专一，当选准自己喜欢、有代表性的字帖后，要定个计划，反复进行临写。临摹最忌讳的是见异思迁，今天练一种，明天换一个，那样到头来往往是一无所获。三是要求形似，对待一种字帖，要把它的运笔、结构、墨法、章法、气势、风格等等特点都认真研究透，力争写准写像。临帖、摹帖是两种形式。摹帖包括描红、双钩、仿影等等，它是写像的最好手段之一。我们下面演示一种。我们用清水来临帖，这个临的呢还是苏东坡的《黄州寒食帖》。春江欲入户，雨势来不已呀。这个清水临这种字帖的特点就是呢，写上之后很快水就干了，所以它可以反复临写，反复使用。摹帖、临帖是练习行书的根本途径。我们在运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采取先分后合的方法进行。先分后合练习法，纵观古今书家的成功之路，细查许多人学习书法的失败的痕迹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得法与否是学习书法的关键一环，正确的方法是走出迷宫的指南针，克服困难的金钥匙。根据我自己对行书学习、练习、研究，我感到这个先分后合练习法它主要的特点是先分是各个击破，突出重点；后合是综合提高，整体推进。根据我的学习研究这个成果，这个先分后合练习法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示展示一下。比如说轻重法，我们先练习轻写，求灵动；重写，求雄壮，然后结合起来，做到轻重有度。其他的方式也是如此。这种方式是根据用笔和结字的基本规律，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如何用笔、如何结体、如何把握章法、突出重点进行训练。运用这种方法，在理解上，志与圆
在运用上形与方，要把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。我们学习行书，目的就是为了创作，为了鉴赏，陶冶情操，以利身心健康。创作以练手，提高书写和驾驭的能力；鉴赏以练眼，提高鉴别和欣赏的能力。那么，怎么创作？怎么鉴赏？我们说，创作做好准备十分重要。一些书法大家能够创造出好的作品，他们的技法水平高固然重要，但是对文房四宝的选择不可忽视。充分而精心的准备不能轻视。我们说，笔有大中小、朗好、扬好、尖好之分，墨有油烟、松烟之别，宣纸有生疏、厚薄、吃墨不吃墨的差别。你写的内容是往横幅上写，还是往竖幅上写？是写中堂、斗方，还是写册页、扇面？都要根据需要认真选择。所谓欲要善其功，必先利其器，必先利其意。意识、工具这个准备啊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下面呢，就创作这个问题啊，我进行一下展示。
鉴赏一幅行书作品好不好，是否具有审美价值、艺术水准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根据许多人的书法实践和我自己多年学习行书的体会，可以从一个过程和2个方面进行分析。一个过程就是整体到个体，再到整体。它和书写的过程正好相反。我们知道，你创作作品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，一行一行的写，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篇章。而鉴赏呢，往往首先从整体上看，再到看个体。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说2个方面，即从宏观和微观上去分析去看。微观看的细，主要是看点划、单字结构、用笔、行气。宏观上看，那主要是看章法、气势、力度、节奏、风格等等。通过这一个过程2个方面，甚至呢反反复复的来看、来研究，方可能看出一幅作品的水平高低，是否优劣。为了提高我们的鉴赏水平我们需要认真鉴赏、学习、研究古今行书大家的优秀书法作品。